第1034章，当年旧事。听得风尊者此话，一旁的穆青鸾也是竖起了耳朵。对于萧炎的来历，他同样是极为的好奇。风尊者虽说交友不少，但能够让得他如此在意的朋友，他这些年却是未曾见到过。萧炎拳头紧握，眼中隐隐有着凶芒闪动，片刻后方才压制住心头激荡的情绪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的道：风老想必应该也知道老师当年的事吧？当年他出事时并未与我在一起，待得我发现时，却是寒风那家伙对外宣布老家伙在炼丹时遭到反噬，自爆而亡了。这等话我自然是不会信，曾经将寒风盘问了好几次，这家伙也极为的狡猾，并未被我问出什么。但如此几次后，却也是在中州上失踪了去。到的那时，我才隐约觉得老家伙的失踪恐怕跟这家伙有些关系，可在中州找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什么寒风的消息。风尊者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炎，沉声道。萧炎轻叹了一声，低声道：老师当年的确是被寒风所害。砰！萧炎此话落下，面前的风尊者脸色瞬间变得阴寒了下来，一股森然杀意自其体内暴涌而出，令得这片天地的温度都是降低了许多。这个畜生，药尘将他从一个被人抛弃的婴儿养至成人，并且传他一身本事，他居然还敢试师！孽畜，良心真被狗吃了！当初老夫便该一巴掌拍死这个畜生！风尊者脸庞上涌现暴怒，怒喝道。见到风尊者这般暴怒，穆青鸾也是缩了缩脖子。风尊者平日皆是一副清风云淡的模样，很少见到他会如此的失态。药尘，莫非便是老师的那位生死至交、星陨阁从未露面的阁主药尘药尊者？穆青鸾嘴中呢喃了一声这个名字，旋即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美目惊愕地望着萧炎，失声道：阁主。闻言，萧炎倒是一愣，他可不知道药老是什么阁主。星陨阁当年是我与药尘一手创建，不过他不喜这些事，便差不多都是我在管理。这些年虽然他失踪了，但阁主的位置还是留在那里，因为我知道以这老家伙的本事，可不会那么容易便是挂掉。风尊者摆了摆手道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没想到老师居然还是会这星陨阁的挂名阁主。这样说起来，那他岂不是也要算作星陨阁的人了？先不说这个，待得我回去便颁发通缉令。我想寒风那畜生定然还活着，若是让得他落在我手中，定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风尊者森然道。看来寒风的作为真正的彻底激怒了他。通缉的话或许用不着。萧炎摇了摇头，旋即屈指一弹，一个玉瓶从那戒中闪出，手指抹过瓶口，一道虚幻的灵魂体顿时急忙地窜了出来。萧炎，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肯放过？寒风的灵魂从瓶子中窜出后，便是气急败坏地吼道。然而他的吼声还未落下，便是戛然而止，一股难以掩饰的惊骇之色浮现其脸庞。寒风！风尊者目光森然地望着面前寒风的灵魂，两个蕴含着阴冷杀意的字音缓缓从牙缝之中传出。风尊者！寒风目光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风尊者，瞬间后顿时发出一道惊骇尖叫，急忙掉头逃窜。风尊者眼神冰寒，屈掌成爪，对着寒风隔空一吸，一股恐怖吸力便是直接将其吸掠而回，然后手掌如鹰爪般地抓在其脖子处。那张平日慈眉善目的苍老脸庞，此刻却是变得异常可怕。畜生，你居然敢对自己的老师出手！如果不是药尘，你早就被野狗活吞了。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孽畜！望着风尊者眼神机遇令人冻僵的森然杀意，寒风也终于是恐惧了起来。对于风尊者，他一直都是有着一些畏惧心理，当下急忙叫道：不要杀我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被魂殿的那些人逼的呀。魂殿？听得这个名字，风尊者脸色也是微微一变。风老，魂殿所为的似乎是老师的灵魂力量，而现在老师也已经落在了他们手中。萧炎声音低沉的道：果然跟这些王八蛋有关系。风尊者咬牙切齿的道：这些年经过他的一些探查，也是隐隐间发现了魂殿的一些事，只不过依旧是没想到
当年对药尘出手的真是这些阴魂不散的家伙，这个孽畜不能留着。眼中掠过一道杀意，风尊者目光冰冷地盯着韩风。当年即便是魂殿要对付药尘，但也是极难，毕竟后者交友极广，当初不少老一辈的强者都与其关系不错，再以他炼药师的身份振臂一挥，那号召力即使是以魂殿的实力也得掂量一二。但最后药尘却是突然失踪，显然是因为有着内奸出卖的缘故，方才令得他没有时间召集帮手。而这内奸除了韩风这个畜生还能有何人？风老等等，我们还需要韩风为我们引路，方才能够找到关押药老的那一处分店，现在不宜杀他。见状，萧炎连忙道：魂殿要的恐怕并非只是老家伙的灵魂，或许更加看重的还是他的炼丹能力。当年我便隐约知道，魂殿似乎暗中在举行一个庞大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需要不少能力出众的炼药师。当年在那场轰动中州的远古洞府争夺大战中，我与药尘便是与魂殿交过手，恐怕就是那个时候他才被盯上的。风尊者微微点了点头，略作沉吟，突然道：远古洞府。闻言，萧炎一愣，一场很久远的盛世了，那洞府是远古遗传而下，当年几乎吸引了中州上将近大半斗宗以上阶别的强者。不过那里面的宝贝也的确是惊世骇俗，你所修炼的那功法也正是药尘当年在那里所得。风尊者叹了一声道：再次一怔，萧炎也是忍不住地轻吸了一口气，原来焚诀是在那所谓的远古洞府之中所得。老家伙现在被关押在何处？风尊者目光冰冷地看了韩风一眼，然后问道：在中州西域的名城，那里有着魂殿的一座分殿，药尘便是被关押在那里。韩风迟疑了一下道：名城吗？没想到那里也有着魂殿的分殿。风尊者眉头一皱，再度问道：那座分殿有几位尊老？一位。韩风目光悄悄闪烁，低声道：你还真当本尊对魂殿一点都不了解是吧？闻言，风尊者却是一声冷笑：魂殿分殿再不济也是有着正副2位分殿主，皆是尊老级别，更何况那里还关押着药尘这等重要之人，一名尊老，看来你还是贼心不死啊。听得风尊者此话，韩风身体都是微微颤抖了一下，一旁的萧炎脸色也是缓缓阴沉，妈的，差点被这混蛋耍了一记，2名尊老，这可不是1+1的事，2名斗尊阶别的强者，这等阵容，即便是血洗中州的一些一流实力都是够格了。如果他未曾寻到风尊者，一个人傻乎乎的带着人冲去名城，恐怕就直接是自投罗网了。先将他收起来，日后或许会有用。风尊者目光森然地看了一眼不住颤抖的韩风一眼，却是冷笑一声，将之抛向萧炎。借助韩风的灵魂，萧炎也是冷笑着点了点头，一把将之塞进玉瓶中，随手一弹，一缕无形火焰便是闪掠而尽，顿时凄厉的惨叫声便是再度响起。手指抹过瓶口，将那惨叫声隔绝而去，然后随手收入那戒，先看这家伙能否在陨落星年的煅烧中活下来吧。对于这种畜生，死都不能让他安乐的死。风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萧炎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此事不能鲁莽，也不能传出风声，不然的话，魂殿一旦转移药尘的话，想要寻找就更加困难了。你先静待一些时间，我会派人先去名城探查，待得将那里的分殿实力摸清后，再动手也不迟。风尊者脸庞上的暴怒也是缓缓收敛，沉吟了片刻，道：可若是拖久了的话，萧炎有些担心的道：放心，这中州上能够找到炼丹术能与药尘媲美的人并不多，魂殿不会轻易动他。风尊者冷静的道。闻言，萧炎迟疑了一下，也是点了点头。魂殿势大，的确不能打草惊蛇。我接下来会先回星陨阁，然后开始调查魂殿。你呢？风尊者目光望着萧炎道。萧炎略作沉吟道：我想先去中州中央，距那丹塔的丹会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，我需要参加。丹会吗？闻言，风尊者一怔，旋即也是一笑道：这样也好，当初药尘那个老家伙便是混了个那届丹会的冠军，可当真是风光之极。
你身为他的弟子，自然也不能落了他的名声。而且据我所知，此次丹会前10的人似乎能够得到收取那3000焰炎火的资格，这对于你或许方才具备致命的吸引力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并未反驳。进入斗宗，他更是察觉到等级提升之艰难。如今的他，虽说即便是遇见废天这等强者，也是能有自保之力，但魂殿的强者可却远远比废天强多了。所以他必须尽快得到3000焰炎火，那样的话，或许即使是面对着斗尊强者，他也能够有一战之力。